心灵需要滋养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心灵反哺，一个有温度的地方，我是青年。经常听到有人感叹心累，明明感觉没做多少事情，却累得不行。工作上出了一点点失误差错，就反复回想，彻夜难眠。想做一件事情，却总是犹犹豫豫，不愿意行动。面对选择，左右为难，纠结半天也确定不下来。这种心累是一场自己跟自己的斗争，心理学上称为内耗。就如同一辆车，一只车轮向前转，一只车轮向后转，结果白白消耗了很多油，车却依然原地不动。我们本可以像一辆正常运转的汽车，行驶在人生的轨道上，可往往因为内耗却不得不原地打转，乃至拖垮自己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摆脱精神内耗。人要生存，就得摆脱连环般的桎梏，忧愁悲观是我们最根本的死敌。人活一世，痛苦往往正是来自内心的忧虑，想得太多，放不下，过不去，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无休止的内耗，让你每天活在负面情绪里，即便什么都没做也会觉得很累。随着心里的垃圾越堆越多，生命也在一点一点被透支，消耗殆尽。就像是背着沉重的行囊在沙漠里行走，找不到水，又累又渴，随时都会倒下。若想走出痛苦，活得幸福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摆脱精神内耗。今天给大家分享7个停止内耗的方法，将让你受用一生。这可是人民日报推荐的哦，希望大家能认真听完。第一，别高估，从实力出发，尽力了就无悔。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门楣上刻着一句很深刻的哲理：人啊，认识你自己，人生在世，贵在有自知之明，凡事切合实际，才能轻装上阵。做人能够看清现实，认清自己，对事尽力，对人尽心，是世间少有的清醒。别高估自己的能力，有多大的本事就站多高的台子。行走于世间，既要抬头眺望远方的天，也要低头看看脚下的路。别高估和他人的关系，没有谁会陪谁一辈子，聚散离合是人生常态，不必太过看重人来人往。别高估人性的善恶，真诚待人的同时，也别忘了保全自己。看错一个人，给错了真心，无需太过关怀，记得放过自己。第二，别拖延，从行动出发，避免陷入焦虑泥潭。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想读一本书，但当书放在眼前时，又懒得去打开，总找借口一拖再拖，结果一年到头书也没有读几页。想通过运动改善健康，可每次开始前总念叨今天太累，还是下次吧，结果身体渐渐的一天不如一天。想结束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，却总是难以做到及时止损，时间越拖越久，失去的越来越多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定律，叫鲁莽定律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是对的，那么不要总想着当一切条件都完美时才去做这件事。打败痛苦的就是自己的行动力，打败自己的永远是那句再等等。凡事别想太多，先开始做，唯有一直向前走，才能不断看到曙光。第三，别消极，从机遇出发，思虑过重只会错失良机。苏格拉底曾经偶遇一个失恋的人，看他终日以泪洗面，便好心开导他，可说了很多道理，他还是难以放下过往的感情，随之抱怨道：到手的葡萄给丢了，这份遗憾和失落你没经历过，又怎会知道其中的酸楚？苏格拉底听完，缓缓开口说：丢了就丢了，你若继续向前走，就会看到鲜美的葡萄还有很多，无需为这一颗不属于你的葡萄伤身。你应该感谢那个抛弃你的人，因为他给了你寻找幸福的新机会。很多事情换个角度，便不再是阴云密布，而是晴空万里。迷茫之中换个心情，便不会再深陷其中。如果一个人太过悲观，对待自己失去信心，对待生活失去热情，只会让光亮离自己越来越远。没有过不去的坎，没有解不了的难题，你的心态如何，生活就如何。与其每天活在阴霾里，不如让过去的过去，让阳光住进生活。从现在起，遇事心宽一点，无论什么困难都会有转机。活得快乐一点，所有的不甘与绝望终将成为无需追忆的昨天。第四，别攀比，从接纳出发，只专注自己的成长。
知乎上有个提问，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有道理吗？有个高赞的回答说道，一辈子都要和别人去比较，是人生悲剧的源头。有多少人一生忙忙碌碌，只为日子比别人过得好，年少时和同学比家庭背景，工作后和同事比车子房子，人到中年还要和亲戚朋友比孩子是否成功，比来比去，比上比下，若是比赢了，便能心满意足，若是比输了，徒增一腔愤恨。很喜欢毕淑敏的一句话，人的生命是一根链条，永远有比你年轻的孩子和比你年迈的老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学会戒掉攀比的欲望，以一颗平常心，守好专属自己的幸福。即使日子平淡，但只要知足常乐，尽力而为，就能感受到所有美好。即使自身平凡，但只要接纳自己，就能不辜负人生一程。第五，别苛求。从过程出发，结果有时并非那么重要。人之所以活得太累，往往都是因为4个字，求而不得。爱得太满，物极必反，要得太多，失去更多。人活一辈子，越想事事都得到最好，越容易什么都得不到。得了好茶还想配好壶，为了一个茶壶四处寻觅，却忽略了茶香。得了鲜花就想配好瓶，为了得到花瓶终日忧心，却错过了鲜花最美的盛开。苛求完美，反而容易钻进幸福的圈套。要知道，没有完美的人生，只有最好的心态。人生哪能都如意，万事只求半称心。第六，别设限。从潜能出发，永远别拒绝新的尝试。肖申克的救赎里说，这个世界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，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。大多时候困住你的，不是逆境，而是你自己的思维。世界不会束缚你向前奔跑的脚步，束缚你的是自己的胆识。突破认知，改变看问题的角度，不断解锁人生诸多可能。突破格局，当你站得高了，看到的风景就多了。突破圈子，和什么样的人并肩，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。永远不要自我设限，打破限制的枷锁，才能迎来破茧成蝶的重生。第七，别依赖。从自我出发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越来越觉得靠人不如靠己，求人不如求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对一个人期望值太高，内心就会产生很高的依赖。危难时，你以为他会拉你一把，最后等来的却是转身就走。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依赖越多，无法承受的重量越多。宫崎骏有段话说得很对，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，他会成为你的习惯。当分别来临，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，而是你精神的支柱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你都要学会独立行走，它会让你走得更坦然。人走到最后，靠的是自我成全。人生下半场，要学会投资自己，多学一样本事，就能少说一句求人的话。只要自身足够强大，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船。痛和痛苦是有区别的，感到痛不是出于你的选择，但持续的痛苦却是你的选择。内耗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，有人选择从此郁郁寡欢，拖着病体将就一生；有人选择终结焦虑的源头，重拾希望治愈自己。从此刻开始，停止内耗，清空心里的垃圾，别再和自己较劲。请记住，心若简单了，生活就自在了；心若快乐了，人生就明亮了。好啦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